我在美国呢做了有31年，我的牙医就介绍我到一个专门治牙周病的一个诊所，做了2次手术。他当时做那个牙周病手术的时候，他说你这个顶多可以维持5年以后你应该要做全口植牙。感觉也不太痒，我也不痛不痒，哦，应该是正常的。牙药宝找三宝。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在美国呢做了有31年，是31年，31年啊，大概10年前牙周病应该是蛮严重的。我的牙医就介绍我到一个专门治牙周病的一个诊所，做了2次手术。做2次牙周手术，第一次呢，它是那种把牙龈翻开来，对，然后深度清洁，然后再愈合以后再做了1次。哇，那是很痛哦。它是打那种静脉哦，就是说你就是让你睡着，对，是还是清醒，但是你没有知觉。对，我们是那种，是做了大概有5年以后，哦，他当时做那个牙周病手术的时候，他说你这个顶多可以维持5年，是，然后呢5年以后你应该要做全口植牙。5年以后，因为我做好了手术以后，我每3个月去牙周清理牙。5年以后呢，他给我照了一个全口 X 光的照片，然后也是一个团队坐在一起说给我看，他说这个牙齿应该到了全口。5年前就跟你说，这个是大概4年前的时候，是，他说你应该要做全口植牙。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，我也感到很恐怖，因为我担心就是说，因为当时我对牙齿方面的知识应该很缺乏，我觉得医生说什么，我们就是应该按照医生的做法做。是。牙齿我自己感觉还是不错的，所以能不能给我再2年的机会？那时候5年前感觉也不太痒，我也不痛不痒，哦，应该是正常的。他给我看 X 光照片，他说你的保姆乳齿厉害，所以说他说你不做的话，保姆乳齿更厉害的话，那就以后做起来很难了。他是这样讲。很多牙医师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不做哦，以后更怎样？然后就是说，我说那你给我2年的时间，那我心里面有建设一下，我自己暗中想，我可以再去问一下。后来就这样维持了大概将近1年半左右，就是我每3个月回到诊所去洗牙。是。那有一次洗牙的时候，因为在美国洗牙和这里大概也是不一样，他就是专门洗牙师给你洗完了以后，他说他给你量那个叫什么牙周囊袋深度。对，他觉得好像他应该和那个主治医师报告了，然后进来的话就建议做一个 X 光然后还是这个程序，这个时候把我 push 到那个叫我没有再退的余地了。我说啊，这个是还是有点担心我，讲到后来差点跑掉。那我说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，那我就在网上搜寻很多的资料，有关就是说植牙方面的知识，因为我对植牙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。是。我就觉得植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。后来我在搜索各方面的资料以后，我发现我第一次学到这个牙周韧带的问题。什么？如果你全口植牙了以后，会有如果有磨牙、打呼会对牙床影响很大。10年以后你又要做了。这个促使了我进一步更深层的去收集资料，因为我知道台湾的牙医世界是一流的水平。是。那我就集中在网上搜索台湾的牙医，搜出来很多各种各样的牙医都有。那时候有来过台湾吗？没有，第一次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到。这是第一次来台湾。我收到了你的视频，我现在是在 AI 上面找，我说能够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你自己牙齿的前提下，帮你修复找到了你，找到了你以后，我再挑。当时挑出来叫3宝牙医嘛，你是有一个说法叫3宝牙医。对，因为我3个小孩子。是吧？对，所以那个 logo 3宝牙医是因为是有3个小孩子，对，才叫3宝牙医。这个明白。那我就在 YouTube 上去找，看看是不是有视频。一下子找到你很多视频，那我就基本上把你每个视频基本上都大约的看一下。我当时觉得吴医师应该有这种理念的话，尽量保护病人自己的牙齿，到你可以修复的话，像有这种理念的话，一般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是年纪很长。对，都是老牙医没有在做的，年纪很长。结果我看视频我惊讶，哇，这个牙医才大概40岁左右，顶多。大概45。那我就看了很多你的视频，成功案例很多了。然后我就打电话
我就跟他描述了一下你的状况，我的状况，就这样我就跟你联系了。这个大概我来之前1个半月的时候当时我来的时候，我也是抱着就是说让你评估一下我的状况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，那我再做权衡，然后我再做最后决定。这个是当初我到台湾来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你给我的印象是什么？你看到我的 X 光，你给我的描述很公开透明，而且是跟我讲了很多道理，我完全能够明白，而且能够体会到你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评估我的牙齿状况。我第一下子是感觉，我说我应该就是没有选择，我就决定了，我就说我不再回美国治。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如果你给我的评估还是全口植牙的话，那我就方便在美国做，对，比较方便一点。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，还有询问，就是说他的状况是，因为我美国医生已经看过了，我只是想要给医生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要全口重建，对，所以他一直在强调，就是说我只是先看一下我的状况，我是不是需要，是不是已经到一定要全口植牙？所以当我们问他有没有最近的 X 光的时候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就是我要先来看一下因为我的状况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这个牙齿还可以用10年，我自己都感到惊讶。这种骨头流失的，我们追踪10年以上，对，只要有定期追踪半年、1年，回来帮你清洁，事实上不会再崩漏死。因为你很公开透明，像你的这个整个程序啊、评估啊，或者电脑断层啊，事实上你都给你看有没有骨头，一看就很清楚。所以我在美国经历，他们对我的牙齿评估就是说你崩漏死很厉害。可是经过我们解释之后，事实上牙齿稳定度都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自己感觉，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牙齿还是很好。对，就2颗啦，真的已经到底了，骨头流失到底了，所以那时候就建议2颗拿掉，其余的牙齿全部做牙周治疗。当天我们做了牙周，还有1颗抽神经，对，因为右边上面有一颗特别敏感，那个骨头流失也很严重了合并神经痛的部分，我们当天就先做牙周做根管，然后2颗拿掉，做2颗植牙，像4、5个手术，对，一天做就要，这个在美国根本他肯定就分3次，分3个阶段，而且要分3个医生，对，根管的医生1次，这跨度可能要4、5个月完成这么一个程序，是。所以我们确实很感动，很惊讶，而且那天你们也很累，一下子做了5个多小时，哇，这个是太厉害了。而且我第2天感觉我本来这里的整个都在痛，这里有点右上方很痛，对吧？然后影响到头痛、眼球，是眼球有时候也会隐隐的作痛，是。那我这个痛状第2天就消失了，真的很神奇，很高兴。而且右边都没有拔。隔天就去阿里山爬山了。对，日月潭，一天都不浪费。没有浪费日月潭，然后回台中，再去又3天高雄。哇，高雄很舒服。台南也有去我的故乡。你的故乡。昨天回台北。昨天晚上到，今天就来，明天我走。总共大概10天的行程，是很丰富我觉得很惊讶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做好这个打算，就在台湾这次来就把这个程序就做完了，没想到过，根本就真的是没想过。我想到最远的一步就是说，顶多你帮我处理一下发炎的部分。对。那我回去有机会再重新再评估，再决定，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是，只是想说，反正就先来台湾，先玩一玩，对，再来决定。对，看一看，schedule 都排好了。不同牙医不同角度对我的这个牙齿的评估，是。然后我自己在做最后一个决定。我们刚有拍口内右边上面第1天治疗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脓包，整个牙肉都是肿的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拍了术后的，其实已经完全没有肿了，就是已经完全消失了。那个大的囊袋那个脓包已经没有了。整个肿胀都。这个可能就会，这是可能最影响这面部的肿胀疼痛是最主要一个原因。我第2天我就消失了，因为我跟李小姐写那个回馈我的感受那天，这个天我是在阿里山的路上，我就很高兴，我跟我太太讲，而且可以咬了。对，我有意识的咬了一下牙齿，这个咬合部分没有那种牙龈的疼痛感。以前那个牙齿咬下去不能使力，一咬下去有点酸，那种说不出的感觉，酸痛很难受的那种感觉，不想用力咬东西。
基本上。是，所以这几天吃都正常。我手术做了以后，我会小心一点，我喝了2天的牛奶，牛奶果汁2天前2天。2天的牛奶，我怕有什么问题。但是第3天我就开始吃正餐食物了。昨天我在那个士林夜市，是，还有那个叫盐酥鸡、太搞鸡排，大鸡排一个，还有这个吃了一个叫什么那个饼叫胡椒饼，胡椒饼其实是蛮硬的，还蛮硬的。对，现在都可以正常开心的吃了。对，所以很高兴。OK， 现在太棒了。好，多谢哦。好，不会，谢谢。十分感谢。好，谢谢罗先生的分享。牙药宝找3宝。